你看，回兰主子，这药方有什么不妥吗？奴才不懂药性，字儿倒是认得，就是对这药性配伍一概不知啊。乍看起来，这是一张滋阴补肾的传统方子，可一旦深究下去，就会发现这里面大有文章。要不然，去找荣禄，让他去收买那些皇宫的禁军卫士。最好，干脆把腰牌拿过来，咱们混进皇宫。我必须向皇上亲自报信儿。这，奴才这就去办。你说安德兴赶着马车出园子了？啊，回大总管，园中有人亲眼看见。那在门口就没问问他上哪儿？听门卫说，安公娟去了皇宫。皇宫？这处方一定在安德兴的身上，对吗？这。哟，刘大总管，您这上哪儿去啊？急急火火的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急急火火上哪儿啊？嗨，实不相瞒，这昨儿晚上估计是咱老哥俩喝酒喝多了，今儿早上一起来呀，哎呦，这前胸后背呀，就全都是盗汗，哎，口干舌燥，嗓子眼里冒火。我听说城里药铺这个有卖凉茶的，这喝了包治百病。我去买点凉茶去。大总管，别信他的，这偏方肯定在他身上的。收！哎，没有，我自个儿翻给你们看，行不行？下去，看看轿子里头是什么人。哎，兄弟，没人，就我一人，真的就我一人。大总管，没有。哎，你看，我说没人吧，就我一人。哎，真是就我一人。来，收身。哎，扒他衣服。哎呦，别扒了。哎，我这兄弟，不是刘大总管，这天这么冷，你不能让我这么单褂盖着。大总管，没有。老兄弟，
你先委屈委屈啊，说不定我能从这衣裳的夹层里头找着那土块。我现在得去禀报太佛爷。哎，我说大东啊，我说大东啊，你不能让我这样，咱昨儿刚喝完酒，我这浑身的，呦！哎，大东啊，大东啊，哎，哎谁？蓝主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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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蓝主子，您怎么跑那儿去了？走了，您慢点，哎呦，留神脑袋，这扒不住了。哎呦，您可慢点，蓝主子，他们把奴才衣裳全弄走了，奴才就是剩，哎。没事吧？您快上去吧，哎，您坐好了，蓝主子。哎，这，奴才不该喝酒误大事，奴才掌嘴。打，使劲打！打你个馋嘴的，打你个喝大酒误大事儿，打你个混账奴才！打，使劲打！太佛爷，您可千万保重贵体，您消气儿啊！我告诉你，就你拿来那个方子，我让宫中太医和那些杏林高手都一一过目了，那根本就是一张普通的方子，根本就不是治脏病的。太佛爷，照您这么说，那方是假的？没用啊，当然没用了，有屁用啊！白打了。谁说的？该打。奴才知罪，该打。我问你，园子里那个蓝姑娘和那个狗奴才安德新怎么样了？回太佛爷话，蓝姑娘没什么动静，那安德新在半道上，光着膀子凉快呢。你说什么呢？奴才说的是真的，安德新在半道上光着膀子凉快呢。放肆！张嘴！你怎么了？我这牙掉了。换一金的去。安德新，奴才在。安德新，奴才在。蓝主子，蓝主子，奴才实在冷得不行了。没事，都什么时辰了？这荣军爷怎么还没到啊？您稍微再等会儿，荣军爷说话就到。哎，是他们吗？哎，是，荣军爷。哎，荣军爷，您永不给蓝主子请安。起来吧，免礼了。哎，蓝主子是腰牌。辛苦你了，安公公。这是衣服。多谢荣军，多谢荣军。快穿上吧。哎呦，口还没解呢。你干什么呀？回蓝主的话，这是规矩，都得这么走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是一小太监，您是宫监首领，快前去。拿出点派头来。太过了。启禀万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兰贵人在偏殿等候，有急事禀报。混账的东西！你不知道规矩吗？任何嫔妃，包括皇后在内，都不能进养心殿。这白天不允许进，晚上夜闯养心殿更是灭门的死罪啊！蓝姑娘不知道规矩，安德信你还不知道吗？为什么蓝姑娘夜闯养心殿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加以阻止啊？这，皇上恕罪。兰儿，实在是奴婢有要事相告，才让安德新带奴婢夜闯养心殿的。起来，兰儿，你怎么这身打扮啊？
奴婢实在是有要事相告，皇上，有人要设局陷害您。害我？谁呀？哦。红珠跟刘福都招供了，朕看皇娘的脸往哪儿搁呢？皇上，如果红珠认罪了，您想怎么处罚她呢？祖宗立法摆在那儿呢，连同家人，一个不留，定斩不饶。奴婢想给红珠求个情，能不能免她死罪，从轻发落？毕竟是她身后的刘福指使，才干出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情啊！兰儿，朕真的是不明白了。红珠进了园子，处处与你作对，如今又干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怎么处处护着她呀？你呀，就是太善良、太单纯了。寻常百姓人家斗两句嘴，过两天就过去了。这儿不同，这是皇宫大内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要怎么叫国家社稷、礼法朝纲呢？还有啊，你今天饶了他，他可不一定饶过你。等一旦有了机会，他一定会变本加厉，到时候置你于死地。奴婢知道皇上这些都是替奴婢着想，奴婢心中是感激不尽。可奴婢听说，这红珠也是个苦命人，从小死了父母，被亲戚卖了，后来是顶人家缺才进了宫。皇上，好，兰儿，起来吧。红珠的事情好办，朕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废了他大人的名分，把他打入冷宫，死罪免去，活罪难饶。但是皇额娘，朕是一定要治他的罪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选阿哥、立太子的事情不绝于耳，这都是皇娘在幕后指使的。红珠是他送到园子里来的，玉儿也是他派来的。现在红珠跟刘福串通一气，私偷秘方，这无非就是想以此来要挟朕，说朕的龙体欠安。哼，实则他们是想找机会废了朕的皇位，抢班夺权。如此的狼子野心，
朕岂能饶他？奴婢请皇上息怒。皇上说的都对，可是朝廷正值多事之秋，只怕经不起大折腾啊。其实有些事情，皇上心里明白就行了。太佛爷只要认了错，毕竟是一家人嘛，面子上还是应该和和美美的，不能让外人见了笑话。皇上，当然，太佛爷手下那些人，像刘福这样的小人，一定要严惩不贷。兰儿，你如此的深明大义，朕真是十分佩服。如果你要是个男儿身的话，朕一定封你个御前大臣，让你跟朕共商国家大事。多谢皇上夸奖。兰儿，朕有1个月没有看见你，你穿上了这身衣服，真是别有一番风情啊。奴才告退。兰儿，今晚上就住这儿吧，别回去了。皇上，奴婢也真想留下，只是这种时候不能给任何人把柄啊。好，那奴婢告辞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？红珠被抓了？红珠被抓了？是啊，刘谋才，太佛爷传你马上到乾清宫。哎，刘总管穿衣服啊！蠢呐，扣个扣子扣这么半天。奴才给太佛爷请安。安什么呀？我能安得了吗？刚躺下就知道红珠那边出事儿了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太佛爷，奴才也是刚听说，怎么皇上知道偷处方的事儿了？肯定是，要不然红珠怎么能被抓呢？可惜啊，原本以为这个处方能派上大用场，可没想到废纸一张。现在可好，搭上了一个红珠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！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干嘛呢？说绕口令呢？奴才知罪。想起来红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，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也只能舍居保帅了。刘福啊，奴才在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奴才明白。你也是宫中的老人了，跟了我这么些年，也真是有感情了。所以在这时候，我只能舍掉红珠这个小卒子，保你这个帅了。太佛爷，那不用说了。如果红珠一旦供出你是幕后指使，再来个当堂对质，到时候别说你这圆明园大总管当不了，恐怕脑袋都保不住了。太佛爷，奴才明白了，奴才这就办去。
红珠姑娘，红珠姑娘，不认识我了？刘总管，是您呐？是。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来，要是被人认出，您会连累的。而且，你现在在这受苦受罪，你为了谁呀？你不是为了我，为了太佛爷吗？啊！你看他们把你打成这样啊，你就愣是没开口。哎呀，红州姑娘，你真是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啊！再大的危险我也应该来看你，不是啊？啊，我这先给你鞠躬了。哎不，刘总管，谢谢你。哎呀，来，快下来，来，姑娘，来，哎呀，慢着点啊，来，哎呀，慢着，哎，对，红珠姑娘，你看看，这些个都是太佛爷让我给你送来的。来，这儿一高汤，哎，呼。太佛爷啊，一直惦记着你呀。哎，这还有俩菜，啊，哎，这，来，行，吃了啊，哎，吃吧，哎，哎呀，哎。刘总管，奴婢失礼了，应该叫您一起吃才对。甭管他是谁了，往后只要让我逮着，我就给他大卸8块。哼，红州姑娘，我这得求你一件事儿。你说。不管他们怎么拷问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够透底儿啊！啊，记住了，不开口，铁嘴钢牙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，啊。好，太佛爷说了，3日之内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营救出去，啊！如果要是一露馅儿的话，我倒无所谓。关键是太佛爷那儿，可是你想想，太佛爷对你我恩重如山呐，你说是不？奴婢明白，请您转告太佛爷，哪怕就是千刀万剐、生吞活剥，我也绝对不会说出投放之事。只要那个处方还在您的手上，我这儿就绝对不会出事儿。3天的时间不长，我红珠今天就当是癞蛤蟆给椅子垫腿儿，死挨死扛也能忍过这3天。你就放心好了。哎，红州姑娘，真是深明大义呀！我这给你磕头了。哎，岂敢！刘总管，您起来。哎，好。
洪州姑娘，我不能跟这儿久待，啊，我待会儿去见太佛爷，我一定把你说的话全都禀告太佛爷，啊，哎，3日之内我一定回来接你，啊。好。哎，那汤你喝，就这儿补一补啊。哎，行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咱们都是当奴才的，当奴才的就这命啊！公主姑娘，不是我要杀你，实在是无奈。怎么样？他招了没有？启禀万岁爷，没招。刑事访问对红珠姑娘是否可以用大刑呢？不可以动大刑，万一他受不了死在牢里怎么办？那我们线索不全断了？不用着急，慢慢磨吧。时间一长，他一定会招的。记住啊，马上通知下去，不得任何人探视红珠，以防有人先下手为强，杀人灭口。那我们真的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了。下去吧。杀。没什么用，奴才就差手下回园子把那方给烧了。您想想，那东西多烫手啊！万一要是让人家抓着把柄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，不是？这事儿做得还行。是，那处方子留着它也没什么用，烧了好。这让我放心。哎，您就尽管放心，那方子确实是烧了。放心吧。启禀太佛爷，孙亲王求见。叫他进来吧。太佛爷，处方的事终于调查清楚了。您看，这里边的确有鬼。老七呀，你不是说这就是一张普通的补肾的方子吗？他们怎么就从中瞧出问题来了呢？启禀太佛爷，微臣也差一点让人给蒙了。日前所报，当时的确宫中太医、坐堂生医，都认定此方毫无可疑之处。但微臣不死心，又找了2名杏林高手深谙此道，故而看出这张方子的绝妙之处。太佛爷，
那原来的处方在哪儿呢？这处方让奴才给烧了。烧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烧了，还问什么时候的事？烧了。混蛋！废物，废物！你真是个废物啊！谁让你烧的啊？处方在手，那就是个证据。现在你把证据烧了，你将我扔回去，如何说服本家王爷和御前大臣们？如何怜悯清朝奏折？啊！哎，老七呀，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份抄件呢吗？拿那个去要挟皇上，也可以让他立阿哥的事儿啊。太妃，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一份朝简啊，可那根本不是太医院的处方，更没有王太医的签名呢，根本不能说这张处方就是给皇上看病的方子，这谁都知道。刘福，奴才在。你这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狗奴才，张嘴！这，出去，在外面自己给自己张嘴！这，老七啊，微臣在。你的办法多，现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啊？哎呀，太妃呀，现在是毫无办法，只能是等待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回张公公话，像是昨天半夜死的。禀张公公，巡视房验尸官到。传验尸官。给张公公请安。请吧。传肃顺到养心殿见朕。顺王爷，这方子一烧，太佛爷他饶不了我，您可千万救我一命！您救烧方子的事我知道了，不就那么点事儿吗？太佛爷也没有向你发难，只是他一时情急，扇你几个嘴巴子，
骂你几句。你这个当奴才的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应该。刘福啊，你聪明，我知道。你现在跑来求我，你这是做贼心虚吧？啊？我问你，你从太医院偷出来的处方是自作主张烧了，还是？不是，这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顺王爷，其实奴才呢也是听了太佛爷的话，说这方子没用了，故而才差人把它给烧了。奴才心里头他犯嘀咕，我就怕夜长梦多，万一这方子让谁瞅见，那就是掉脑袋的事情。好了，你别那么太着急。哎呀，我说你呀，你完全可以自己回园子把那个处方给烧掉。你干嘛急火火的从宫里边调了个太监，再返回圆明园烧掉那个房子啊？那不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这个太监要知道这个方子是偷的，那知道的人更多，这掉脑袋的事就和你有直接有牵连，你知道吗？这奴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其实这好了啊，你别跟我兜圈子了。烧方子的事我是不信，要真的烧了，红珠姑娘偷方子的事儿，皇上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皇上方子就是丢了，也不会怀疑到红珠姑娘身上。要讲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和安德兴在园子里边喝酒，就没人看见吗？啊？你喝大了酒，晕头转向的，把偷来的方子让安德兴给看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说到底，正是你让安德兴看了方子，皇上才知道，这才抓了红珠姑娘。你现在能站在这里，那是沾了太傅爷的光，没有红珠姑娘的口供，他们就拿你没办法，所以你才有机会跑来求我救你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是，顺王爷。可是太佛爷还说了，红珠虽然说是死了，可是一旦皇上要持续追这张药方的事儿，万一太佛那儿盯不住，就得把我给推出去啊！您说这，我求您一定救救奴才，您一定救救奴才。好吧，放心吧，不会的。奴才不才，您明鉴吧。这明摆着的，红珠死了，线儿就断了。如果他要把你抓起来继续追查的话，那皇上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如果他要把你抓起来继续追查的话，那皇上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？那正说明他自己身上有这个病，他才抓紧追查，这对皇上没有任何好处。那您的意思是，皇上他不会抓我，他不会撤了我这大总管？这凡事都有个万一。如果皇上真的抓了你，撤了你园子里大总管的职务，只能说明你命苦。刘福啊，奴才在。这事儿啊，你就不要太操心了。俗话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这不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？啊，沉住气，啊！你要是真的出了事儿了，我肯定出面救你。当然了，你对我没什么用处，可对太傅爷来说，你可是他身边一条忠实的狗。虽然有的时候你爱说点谎话，可帮狗还得看主人嘛。你就放心好了，回园子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奴才刘福，谢王爷救命大恩。啊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去吧。臣以为
皇上一定要在盗取处方这件事上大做文章。朕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红珠一死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朕现在也没有办法了。既然封红珠是太佛爷的主意，就从这儿下手。太佛爷？对，那是朕的养母。怎么下手啊？再说了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事儿跟太佛爷有关。当然不能直接对他，可以兜个圈子，拿他身边的人开刀。什么意思啊？皇上，臣还记得，当时园子里出了事儿，太佛爷马上派刘福到圆明园做了大总管。很明显，这位刘公公是太佛爷安插在您身边的一颗钉子，将红珠从宫女提升答应。这位刘大总管自然脱不了干系。臣想，正好借此盗取处方暴露之机，马上把刘福抓起来。一来能拔掉皇上您身边的这颗钉子，二来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，他们自然就不敢再提立大阿哥之事了。这倒的确是个好主意。不过但有一则，这个刘福是皇娘身边的人，我担心是一旦抓了刘福，他拒不招供。皇上，抓刘福就是要给太佛爷一个下马威，不管他招供还是不招供，总之是要表明皇上您对此事的态度。说白了，不管他是谁的人，也不管他的后台有多硬，只要他危及了我大清江山社稷、皇族的根基，皇上就要拿他开刀问斩。只有这样，皇上您才能树立一国之君的威严，臣服于天下。好，就这么办了。是。奴才给蓝主子请安。宫里情况怎么样？回蓝主子话，小粽子已经派人传过话来了，招了？没有口供。为什么没有口供？就是撬开他的牙也要问出口供啊！撬不开了。到底什么意思？红珠死了。死了？是，夜里死的。怎么死的？蓝主子，这还用问吗？被人下毒了。这条线就算断了。蓝主子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虽说红珠要不是和太佛爷他们同流合污，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。可要是反过来说呢？今天死的可能就是我了。我和红珠姑娘相识一场，都是皇上的嫔妃。今天落的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人已经走了，安德信，奴才在。我想去方户圣境，给红珠姑娘烧炷香。奴才这就去安排。红珠姑娘，如果来世做人，一定要做得有灵性，做得聪明。如今你走了，
我们以前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。兰儿在这儿为你祈祷，祈祷你去阴间的路上能够平平安安。如果你在天有灵，兰儿恳求你，也保佑我为皇上生下皇子，哪怕是一男半女。哎呦，这不是丁公公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皇上手谕，圆明园大总管刘福接旨。哎，您这是怎么话说呢？还不快快跪下！奴才刘福接旨，即日起免去刘福圆明园大总管一职，拿入宗人府空屋接受审讯。钦此。锁上。带走。哟，安公监。哎呦，丁公公，哟，刘总管，您这是怎么话说？怎么让人给锁上了？丁公公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安公监，皇上手谕，圆明园大总管刘福革职查办。哎呦，皇上手谕啊，这事儿可大了。安公监啊，公务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到此。那您慢走啊。走。刘大总管，刘哥哥，我就不送您了啊！到时候我上宫里头宗人府空房子看见你，给您送酒送菜，没关系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也没关系。每年清明我一定给您上坟去，照样送酒送菜，您就放心走吧。啊，慢点，我不送您了，哥哥。什么事儿啊？回兰主子话，刘福被抓起来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净日房丁公公刚把他带走，据说是皇上手谕，把他革职查办了。早该抓起来了。现在正是机会，等皇上回来，我就让皇上下一道手谕，让你重新回到圆明园大总管的位置上，这样园子里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恶人兴风作浪了。多谢兰主子恩典，可是太佛爷那儿绝不会答应的，很快就会有别的太监前来顶缺的。皇上的手谕，钦点的大总管，太佛爷那儿也管得着啊。回兰主子话，刘福虽然被抓了，可是没有太佛爷发话，一时半会儿还定不了他的罪。而且这园子里绝不会因为他被抓起来就风平浪静了。您想想，太佛爷那儿能善罢甘休吗？刘福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，免得大刑伺候。何苦呢？其实你不说，皇上也早就知道了。是你和红珠串通一气，唆使红珠到皇上身边，偷走了王太医给皇上诊病用的处方，并交到了你的手上。你和安德新饮酒时，亮出了处方，
这一点安德新可以作证。物证已由安德新面交了皇上。你还有何话可讲？说是不说呀？真是安德新，现在说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真是把太佛爷卖了，我这条贱命也保不住，只有咬着牙了。太佛爷，这刘福的事儿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呢？啊，让他喝呀，使劲的喝呀。你说说吧，他喝酒就喝酒吧，瞧他找那人，他和安德新一块儿喝酒，喝多了不算吧，还把那处方拿出来给安德新看，这不明摆着告诉安德新，那处方是他刘福偷的吗？本以为红珠这一死，这线儿也就断了，这事儿也就作罢了。可是没想到皇上知道这件事情，全是他刘福惹的祸呀，他活该。太佛爷，微臣派人去空房看，审他的是进士房的丁公公，虽没动大刑，却也伤及皮肉。微臣只怕这刘福一时要咬不住舌头，吐出实情的话，恐怕要出大麻烦。发难的刘福在嘴不严，把我给卖了，那这事儿……太佛爷，这刘福是皇上手上的一张牌不假，可我们手上并不是没牌可打呀。况且我们手上还有处方呢。真处方给烧了，假处方也没用，这话你说的呀？太佛爷，这话微臣是说过，不过有的时候真的可以当假的使，假的可以当真的使。这处方烧了也好，没烧也罢，可皇上的病不能因为处方烧了就没了呀。好像有点道理，要不我试试？儿臣不知道皇额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皇额娘恕罪。皇上，怎么是我恕罪呢？应该是您恕我的罪才对呀。要不成的话，额娘给你也请个安。额娘，皇额娘，您这不是折煞儿臣了吗？怎么是我折煞皇上呢？应该说是皇上折煞额娘啊。皇娘息怒，皇娘您坐，您这边坐。为什么要抓刘福啊？俗话说了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就是想抓他，也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吧。
这抓就抓了吧，还把他暴揍了一顿，这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什么人呢？存心不良的，这人是谁？我必须给他查出来。皇娘，抓刘福是儿臣下的令。为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抓他呀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儿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，咱娘俩没完啊！来人呐！这。传谕膳房，今天中午啊，不用做饭了，我和皇上一起饿着，我们俩一块儿绝食。这。皇额娘，红珠偷处方一事，刘福是躲不了干系的，因为红珠是归刘福管的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儿臣也应该把他查个清楚，找出幕后指使的人是谁。儿臣派人将刘福带到禁制房问话，现在根本谈不上是抓人。至于他被人暴打，儿臣是尚不知情啊。好，就算红珠偷处方有罪，是吧？那已经罪有应得了，人也死了，是不是？那跟着刘福什么事儿了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儿臣正在叫人查问呢，相信一定能水落石出。不过，儿臣得到了密报，说刘福的确跟红珠偷处方一事有关。还有，儿臣去木兰围场狩猎的时候，也是这个刘福将红珠塞到了儿臣的身边。是他在布局做套。如果儿臣当初就看见了他的用心，早就把他革职查办了，不会等到今天了。我听出皇上的弦外之音了。皇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派刘福去圆明园当了大总管，那我也是心怀叵测，犯上作乱了？啊，刘福如果说参与了偷处方之事，那就是我幕后指使的了。皇上是这意思吧？儿臣不敢。你不敢？我看你就是这么说的，对吧？红珠的事儿牵连了刘福，那刘福的事儿就一定牵连着我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问都不问我一句，就把刘福给逮进空房了，还暴打一顿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皇上，你干脆把为娘也给投入空房，要不然抽鞭子，要不然就打我一顿嘴巴，这样皇上就高兴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儿臣不敢。既然您这么说，那儿臣让净室房的人随便问问，写个口供，马上放人。哟。那可别介，皇上啊，你还是想好了再放，好好的审审刘福，要不然不逮出那幕后指使来，皇上的面子往哪搁呀？皇娘，儿臣以为，待会儿还是把人放了吧。不过，刘福跟红珠偷处方一事绝对逃不了干系，所以儿臣以为，圆明大总管的位子他是别想做了，还是由额娘您把他带回慈宁宫自个儿处置吧。算了，这些奴才的事儿啊，咱们娘俩不费那心了啊！啊，对了，为娘这儿有样东西，你瞧瞧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你的身子一向都虚弱，这么些年了，这些嫔妃啊也没有怀喜的。啊，本想着呢，让那个兰姑娘给咱们添个子嗣，可是没想到她又是个不下蛋的鸡。又想着呀，让那红珠给你添个一儿半女的，可惜她又魂归西天了，啊，所以呢，为娘呢就去外头给你讨要了这张方子，说这是一名医，治这病啊特别的管用。虽然说呢不符合宫中规矩，但是毕竟无后为大呀，这事儿是关系到咱们大清江山的江山社稷呀，就算是触动了家法，那也让为娘担着，没有二话。如果皇上吃着这个确实好的话，为娘的可要好好犒赏这名医呢。怎么了，皇儿？有什么不妥吗？难道这方子你见过？皇娘，儿臣从未见过，儿臣只是觉得奇怪，宫中的众多太医从来没有开过这种方子。是吗？那回头我可得好好问问太医院的那些太医们，看他是不是能够让人怀上子嗣。啊，对了，那刘福的事儿啊，也先放放啊，放人也好，不放人也罢，都由皇上做主，免得为娘的落一个干预朝政的恶名。行了，我回去了。皇娘。
来人呐，传速顺。皇上，太佛爷出使超荐，就是要告诉您，虽然他手里没有掌握处方的原件，但这超荐并非一张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如若真像皇上您所说的，这处方确系太医院所开，那就表明了他们已然了解了您的病情。此时再将刘福撤职查办，弄不好他们会指使刘福将实情和盘托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证明皇上您确实有病。到那个时候，即使杀了刘福，朝廷上下也会骤然清乱，他们将以此来要挟皇上，肃立皇太子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恐怕……皇上，臣斗胆问一句，您真是龙体康健，还是确有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朕没病，朕好着呢，朕一点病都没有。好，要想证明皇上没病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早怀子嗣。如若不然，皇上您就是满身是口，也难辩倒本家王爷和那些居心叵测的殿前大臣。所以，臣以为此事只能就此作罢，暂平风波，再想计策。刘福那儿再审下去，恐出意外。请皇上三思。来人呐！放刘福。哥。传令下去，朕明天回园子。不，朕今天就回园子。朕已经看透了，朕如果在宫中多待一日，朕就再无宁日可言。苏顺，臣在。册封兰儿为贵人多久了？已然8个月了，离太佛爷所立大限还有4个月。难道是天要灭朕吗？你下去吧。这，臣告退。哎呦喂，瞧瞧，大总管，您受苦了。可不是受苦了，您看这头发都打绺了，待会儿给您好好梳梳头。这脸瘦得有2圈多。哎，可不是，大总管，我听说呀，他们控房的那些行刑的太监，那打起人来个个都是行家。说打你腿吧，外表看着没事儿，其实骨头都给你打劈了。哎呦，大总管，他们没敢打您吧？没少打。要不我小时候练过2天功啊，骨头架子让他们给打散了。哎呦，嚯！哎呦，刘大总管，安老弟，失礼失礼。您看，我就说嘛，您刘大总管那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！您瞧您这耳朵，再瞧您这鼻子，您就是一脸的福相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！我算看出来了，我安德心要想赶上您，这辈子甭想了。我托你的福，哎呦，我就是对不住你呀！您何出此言呢？我没死啊，这不耽误你一片孝心了吗？我知道，你一直打算在我那坟头上给我捧把土，可是这回没让你如愿以偿，我就觉着可惜了。
哎呀，我说刘大总管，我早就说过，像您这样的人呢，有9条命啊，死了1条，还剩8条。哎，我看这意思，净室房一定是没抓着您什么把柄，又把您请回园子来官复原职了。怎么着？听了这信儿，心里头不是滋味儿。哎呦，瞧您说的，老弟，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。您这一回园子，这就又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园子里肯定是生机勃勃，鸟语花香啊！就连总管职房都得是蓬荜生辉。得嘞，我就借你这吉言，这回你没能在我坟头上添土，那我就争取下回在你的坟头上添把土。万事难料，旦夕祸福嘛！啊，说不准你就走到我前头了。哎，这话听起来难听啊，可是老哥哥的一片肺腑之言，兄弟啊，好自为之。奴才刘福谢太佛爷救命之恩。这事儿你得谢谢顺王爷，要不是他出的主意，你现在非但要受皮肉之苦，弄不好还得掉了脑袋呢。谢顺王爷。起来吧。谢太佛爷。坐着说话。谢太佛爷。太佛爷，容奴才站着说话吧。怎么了？奴才这儿。记住了吧？记着了。要说这事儿啊，刚开始老七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，可没想到，这抄的处方我一亮出来，皇上立刻就哑口无言了。不单是放了你，还说回去要让你官复原职呢。奴才多谢太佛爷。其实，奴才以为皇上是心虚了，碍于太佛爷的威严，他不敢拿奴才怎么样。太佛爷，容奴才斗胆说一句：皇上的病没跑。不过你先别得意啊，好好回去歇2天，然后啊，在园子里好好的听差。既然皇上得的那病是没跑了，我给他们的大限也就还剩下3、4个月的时间了，谅他们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。不过这时候啊，还是得紧紧盯住兰贵人和皇上。你给我瞪大了眼睛啊！有些事儿啊，别自个儿往前头冲，让别人替你去做，少露头，回头出了岔子也有个退路，不是？奴才记着太佛爷的话了。还疼吗？哎呦，把我们哥俩给想的哟，天天就念叨您。哎，瞅瞅，哎，哦，这东西什么的都没动地方啊？没动，没让他们动。收拾挺干净，说明你们还把我这大总管放在心上了。那当然了，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。这上上下下这么大一园子，要缺了您，早乱成一锅粥了，是吧？说得对。人逢喜事精神耍啊！哎，我这一回来，你们有没有觉着说这屋里头有点蓬荜生辉的意思？这有，太生辉了，生辉。可是有人呐，他就巴不得我一去不回。哎，没想到老天爷有眼啊，托太佛爷的鸿福，我刘福又回来了。那当然了，谁办得到您呢？俗话说，水再大，它能淹得了蛤蟆吗？是不是？就像您这种情况。你们俩听好了啊！安德新这王八蛋，他仗着在皇上身边，这回他陷害我。
我被革职查办就是他设的局。这要不是太佛爷力挽狂澜，恐怕我就身首异处了。如果说这回我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他接下来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们俩，特别是你张燕山。啊，是我知道，我早就看着安德新那小子不是个玩意儿。上次咱们设局让他爹下大狱的时候，原以为啊，他为了凑钱救他爹，肯定会把手里那宫中的宝物拿到园子外边卖了去，是吧？哎，没想到让他躲过那么一劫，要不然那回他就已经死了，还能容他蹦到今儿个？真是啊！大总管，您受难，完全是安德兴这小子使得坏，哎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我们得出口气，一定要想个办法，给他设个局，然后让他犯点事儿，等到皇上一声令下把他拉出去斩了，那才解我们的心头之恨呢。我原本想啊，大家伙都在慈宁宫当过差，能过就过了，拉倒了。嘿，没想到这小子蹬鼻子上脸，他还来劲了。哼，这回他是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呀。可是他错翻了眼皮了。哼，大总管，既然他要和咱们结仇，那呀，咱们就跟他干到底了。哎，对，咱们就跟他磕了。有一节啊，有他没咱们，有咱们没他。刘哥，您放心吧，这事儿您交给我去办。不过不能够在园子里头，也不能在宫里。这我明白。要干净利落，不能留痕迹。哎，真好。哎呀，得嘞，抽袋烟。走。皇上，歇歇吧。这是什么呀？奴婢想给皇上补补身子。朕不喝。兰儿求皇上喝了。皇上这次进宫2个多月了，奴婢也知道，这宫里宫外到处都是烦心的事儿，奴婢是担心皇上积虑成疾，所以才想给皇上补补身子的。这样，皇上也可以和奴婢。谁说要补身子了？朕没病，要喝你自己喝。依朕看，是你们这些女人才有毛病。你们生不出朕的儿女，就说朕有病就来折腾朕。今天给朕喝什么熊海马炖不老草，明天又给朕喝什么3边回春汤。你们无非是想把生不出子嗣的过错全都怪在朕的头上。宫里面每天都有人拿着这件事情说事儿，吵吵嚷嚷的说什么要立大阿哥。回到了园子里，本以为可以躲躲清静，耳边再也不会听到那些让朕一听到就会火冒三丈的话了。没想到依然如此。难道朕这个堂堂的大清国的一国之君，在这么大的园子里面，在皇宫大内就没有一个立锥之地吗？奴婢有罪，奴婢吃罪，奴婢不该惹皇上生气。你冒死夜闯养心殿，给朕送信儿，朕知道，朕也深表敬佩。朕也知道，2个月的时间你没有看见朕，一定会朝思暮想。你跟朕说的“一日不见，如隔3秋”的感觉，朕也同样的熟悉。终于回到了园子和你见面，朕不能大许过往的原因，你是没有办法明白的。司徒处方一事，
本以为抓到了红珠，问出了口供，就可以把幕后的刘福就地正法，这件事情也就平息了。没想到，他死得不明不白不说，刚刚抓了刘福，就被太佛爷步步紧逼，只能让他官复原职，重新回到园子。长此以往，朕的皇威何在？江山社稷何在？朕心里这个窝囊。朕是一个手上有生杀大权的当今皇上，却无法处置一个罪行深重的奴才。笑话，天大的笑话！起来吧。其实，朕也不是冲着你。不，是奴婢的错。本来皇上心里就不舒服，奴婢还让皇上喝这种不上口的汤汤水水。只求皇上要息怒，千万不要伤到身子。昨天，朕回到了园子。今天早晨早朝叫起来，在正大光明殿，那些本家的王爷，竟然当着朕的面议论起了立大阿哥的事儿。他们说朕无后，说洋人与我们大清签约不放心，说朕无后为大的事情已经影响到了与洋人的关系。你听听，这都是些什么混账的话！启禀皇上，这红珠死了，刘福放了，他们敢如此大胆的在殿上谈论立大阿哥的事，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出了处方上的门道？皇上，皇上，奴婢与皇上可是一家人，两人的秉性，相信皇上是明了的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从不藏着掖着。其实奴婢看得出来，这次皇上回园子总是忧心忡忡，愁眉紧锁。每次奴婢要跟皇上说话，您总是推三阻四，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要么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发呆，有的时候还像是被惊吓到一样。皇上，你要是信得过兰儿，就把您心里的苦处跟兰儿道一道，说不定奴婢还能替您出点什么主意呢。你刚才说，他们有可能看出处方上的门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奴婢从安德信手上第一次看到那个药方的时候，就已经心知肚明了。后来查过医书，就更加确认，这个药方是治下身不洁之病，或者是治疗男性不育之症的烈性方剂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？皇上，您先息怒，您听奴婢讲。有一节，不知皇上有没有想过，奴婢要是能看出来，那别人也是能看出来的。我想这次刘福能够官复原职，重新在圆明园当上大总管，应该和他们对处方的破解有关系吧？皇上，都被你说中了，没办法。朕实在不明白，如何会遇到一个像你这么聪明的女子。你聪明的，让朕都有些害怕。